哒啦哒啦哒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熊哥地图炮。今天呢，跟大家聊一聊轰炸机的那些事儿，然后聊一聊呢，我们国家为什么一定要有轰20，然后再来跟大家来算一算，轰炸我们对面那个鬼岛一共需要多少天？好，我们来看图啊。首先是了解一下这个世界上目前最主流的一些这个轰炸机。首先这是个 B2A 这个小方块啊，我现在画的这个小方块呢是长1米、宽1米、高1米啊，那么加在一起呢就是这里是23块，那意思就是这个 B2 轰炸机呢，它的载弹量是23吨啊。这个是 B52，比 B52的这个大小呢比这个 B2稍微大一点啊，其实也差不多，宽度好像差不多啊。载弹量稍微大一点，27吨。这个是 B1B 啊，那个枪骑兵，哎呀，长得真是好看啊！我觉得这个才是像一个大鸟嘛啊，都说这个俄罗斯那个像大鸟，它这个也像大鸟啊。它的载弹量是34吨，30多吨呢啊。然后是俄罗斯这个图160。最大的啊，它的载弹量是45吨啊。这里的载弹量指的都是它的内部的这个挂载，如果是算上机翼的挂载的话，就是可能能达到80多吨啊，但是航程不保证。我们就以这个设计标准来啊，我们看一下图160和这个 B1B 这个对比，长得太像了，长得实在是太像了。当时的设计思路呢都是超音速啊。超音速这个轰炸机目前呢看呢好像已经过时了，最好的突防的方法呢还是造隐形轰炸机啊，要隐身啊。这个就是图95啊，它的载弹量是25吨，它这个图95好像比那个 B52的这个载弹量要小一点啊，看它这个发动机就不一样啊，它这个发动机。是个螺旋桨的这个还是，据说呢声音非常大，然后呢就是飞过去的时候呢，给对方造成的心理压力是非常的大啊。对方在那潜艇里面都能听到他这个图95飞过去的声音，所以是很吓人。这一款是图22这款呢就小了，也是个超音速啊，看这个翅膀也能折起来嘛，跟这个图95啊，跟这个图160啊，长得有点像啊，跟枪骑兵有点像啊。载弹量很小，只有9吨。那这个就是北方的毛子啊和美国人的这几款轰炸机，那么剩下的就是咱们的了，轰6。轰6呢，原来呢就是图16啊，图16的话跟这个图22呢差不多，都是9吨的载弹量，只不过区别就是图22是超音速的，那个翅膀可以折叠起来。当时中国准备引进的时候呢，那边强烈推荐这个图22这个超音速，这个好。但是我们军方最后考虑下来呢，要实用啊，最后那个超音速的那个没要，给我们也不要，不买那个，我们就买轰6啊，又便宜又好。经过我们这个多少年的这个改装，现在这个轰6K 呢，它的载弹量是15吨，航程也加大了。图22的航程呢是6000多公里啊，作战半径是3000公里左右。咱们这个轰6呢已经达到了8000公里了，据说啊，反正是改进过了。应该说我们当时的这个军事专家应该是相当有远见了，我们不要那个超音速的啊，现在实践证明超音速的不好啊，还是隐身的好。好，看一下这个对比大小的对比啊，确实我们这个轰6的这个个头啊，比他们的这个个头要小多了。这个图95可能也就图95的一半吧啊，那载弹量也是一半多一点啊，比这个图160那小多了啊，所以这个大家伙我们也要有，尤其是这个航程特别远的。这个图160和美国的这个 B52呢，它的航程呢都是能达到16000公里。我们来看一下16000公里是啥概念。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北方最东北面
啊，穿越这个加拿大，到达这根红线，我画的这根红线，这根红线不是16000啊，是7800公里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它从本土起飞，把整个美国都炸个遍，包括这个阿拉斯加，阿拉斯加最近了啊，包括这个夏威夷，全在它的作战半径范围之内啊，而且是可以往返啊，这个就是16000公里轰炸机的这个好处啊，太强大了，我们也要有，哈哈，我们也要有。那么美国呢，现在它准备把这个 B2轰炸机要淘汰了。你看它这个 B52它不准备淘汰，它准备再延寿50年，还要再用50年。然后呢，这个 B1B 和这个 B2呢，B2A 呢，这两款要淘汰了。实践出真知啊，就是这个越大越好啊。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喜欢大的，然后这个 B2呢要换成小的，要换成一个 B21。我们来看一下 B21啊，这里这个 B21的这个大小啊，这个个头啊，跟这个轰6差不多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个头呢并不一定要大，但是航程要远，要隐身。这个是目前条件下的这个作战的要求。来预测这个我们的轰20之前呢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 B2。这个 B21呢，毕竟现在还没有出来啊。B2轰炸机呢，它的老巢呢，在美国的这个中部，大家看到在最中间这个地方啊，怀特曼空军基地标出来了，一共是21个机堡。美国这个 B2轰炸机原来是21个啊，摔了一个，摔坏了，摔炸掉了一个，现在还剩20架。那么它在它这个空军基地里面能找到21个机库啊，那肯定有一个是不用了啊，是这个样子啊，它的机库就是这样的啊，两个一组，这里有一个21啊，这儿还停了一架这个 B2轰炸机。它除了在本土布置呢，其他地方也有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是21个，我们看22在哪里啊？这个22在英国，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啊，这有3架啊，应该是3架。我们看一下，其中这个24号跟前面的那个机库不一样，它这个是个帐篷，就是专门用于前进基地的临时的这种机库啊，这里面肯定是各种空调啊，什么都要有啊设备。那正好在这个谷歌地图上也拍到了，在它这个门口，这个 B2轰炸机也放在外面了。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停在机库里面啊，出来晒太阳的啊，是不是真的是需要晒一晒啊？这儿有4个啊，这个在哪里呢？在迪克加西亚，现在不放在那里啊，需要的时候放在这里。这个编号呢不是它的编号啊，是我编的啊，为了方便这个观看啊，为了方便围观。哪里啊？29号，这有一个29号啊，这个在哪里呢？啊，大概可以猜到啊，在关岛有2个机库。那关岛的话，那就是威胁亚太的吧？威胁亚太，那就是威胁我们的啊。那自从这个咱们这个东风17、东风21D、东风26出来以后呢，他们美国的媒体说把关岛的这2个前进基地呢就给空置了、闲置了、关闭了，把 B2轰炸机撤回去了。那个意思呢就是怕炸啊，那有这种可能。但是并不是说他就够不着打我们，他可以空中加油。我们看一下，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是需要注意的，就是夏威夷啊，这个檀香山啊，这个地方呢没有找到它的机库，但是呢看到飞机了，这儿停了3架。那么这个 B2轰炸机呢，它这个价格是很贵，24个亿，24亿美金一架，相当于半艘的航空母舰啊。现在它有这个20架，那相当于10艘航空母舰了。为什么要淘汰呢？因为太贵了，实在是太贵了，养起来也很贵，所起的效果呢也并不是很大啊。一共就打了3次战争啊，其中1次打阿富汗，那次比较经典。我们来说一下轰炸机在阿富汗战争当中的这个作战啊。从它的这个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，要轰炸这个阿富汗的话，那么它有一条最近的路径，就是从北极过去啊，这条橘红色的线从北极过去，可以打到这个阿富汗，这是最近的7000多公里。但是它没有用，为什么呢？它经过俄罗斯。那么它还有一条方法，就是从这个大西洋上走，过大西洋，过非洲过来啊，走这个欧洲，走地中海过来啊。经过的国家太多啊，要打招呼麻烦
所以他最后选择了最远的一条路。那么他首先从这个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啊，然后在加州的外海，在这个地方加一次油啊，然后飞夏威夷加一次油，他不降落，他就加油，空中加油，然后呢飞到这个关岛这里再去加个油，到新加坡加个油，然后呢在新加坡呢再到印度洋上，在这个迪戈加西亚的北面这个海上去加个油。那么加油机肯定是从这个迪戈加西亚这个空军基地起飞，在这个地方加个油，加个油以后去炸，经过巴基斯坦啊，巴基斯坦是盟国嘛，这个反恐的时候啊，炸阿富汗，炸完了以后返回到这个迪戈加西亚，降落了以后呢，它不关机，挂空档，然后呢停了大概40多分钟，往上加油啊，然后物资搬上去，然后把这个机组成员呢就换下来，2个人换下来，换2个人上去，那2个人呢就飞了40多个小时了啊，太累了，实在是太累了，回去休息，换2个人，然后这2个人呢再开着飞机回美国，4个多小时呢，那就是2天2夜啊，2天2夜不到一点点啊，也快了。扔了多少炸弹呢？最多23吨。刚才看了，最多23吨。怎么说呢？应该说是很强大，在全世界人面前展示了一把它的这个轰炸力量啊。但是实际呢，它不实用啊，我觉得不实用，一共才炸了这个23吨，等于是脱裤子放屁嘛啊，就是表演给全世界看啊。B2轰炸机的航程是11000公里，11000公里呢是啥概念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能威胁谁？从关岛起飞，它可以炸哪里呢？澳大利亚全境啊，整个东南亚各国，然后呢就是俄罗斯的东北，中国的大部分。那如果它停在迪戈加西亚呢，在印度洋上呢，那印度肯定是全境了啊，中国的大部分。然后呢，这边俄罗斯它威胁不到。在英国的这个空军基地起飞的 B2呢，这个线啊，就把这个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全部包进去了。B2的另外一次作战呢，是炸哪里呢？炸南联盟，就科索沃战争啊。当时的这个南联盟呢，还是塞尔维亚、黑山啊，就是这一块啊，现在已经分裂了啊。然后这个是一个科索沃的部分。美国炸这个塞尔维亚呢，它是从哪里起飞呢？我们看一下美国在欧洲的空军基地。除了这个英国有好几个啊，有一堆呢空军基地啊，有一些是保障基地。然后呢，在挪威有一个，在西班牙有一个这个莫龙空军基地，然后葡萄牙有一个岛屿，在大西洋上有个岛屿叫拉日什。他从这个英国啊一条线一路过来，从这个英国、比利时啊，然后是德国这2个，斯图加特啊，然后到这个意大利这里一溜过来，然后呢到土耳其这里啊，正好是这个一条线。大家注意看这一条线是啥意思啊？那就是弧形包围俄罗斯啊，所以它的空军基地这个布置也挺有意思的啊。那整个科索沃战争啊，这个塞尔维亚被炸了78天，轰炸了78天。2个多月啊，3个月不到，美国在这里面出动了1000多架飞机，一共是2万多架次，扔下去的炸弹呢是13000吨。前南联盟的陆军呢是12万人，巧了，12万人跟我们东南某个鬼岛上面的陆军的人数啊差不多。这个海军80多艘舰艇，南联盟的人口是1000多万，是我们东南那个省的。一半。我们参照国际标准，按照美国的这个标准，北约的标准，如果是要炸78天，动用13000吨的这个炸弹的话，那么我们放在那个轨道上，怎么着我们也要准备26000吨的炸弹啊。我们来计算一下啊，如果是轰炸的话，我们就不一定就是只有轰6了啊，我们还有歼16。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歼16啊，这个歼16的载弹量是12，个头小这么多呢，但是载弹量倒是不低，但是航程短啊，3000多公里。歼16的这个12吨呢是什么概念呢？我们来比较一下，这个是 F35，跟这个歼16比呢，它的个头小多了，但是它是个胖子啊，然后它的载弹量呢是10吨啊，所以 F35还是不错的。那么美国的 B2轰炸机在
科索沃战争当中的一开始的作战当中，一开始当然了，他要引申飞机先进去炸那些防空设施。B2要进去炸防空，这个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弹道导弹啊，不像我们有东风。B2在早期的投弹量是，所有架次里面的飞行的数量是1%，但是投弹量是10%啊。为什么比例这么大呢？因为当时美国还有另外一款，就是这个 F117，F117这个飞机呢也是隐形的，跟这个 F35比呢，个头还要大一点，但是它的载弹量实在是太感人了，只有2吨，这就能解释 B2为什么当时投弹的总数比例那么高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歼16和轰6一块上啊，去投弹，投这个科索沃战争那个投弹量的2倍啊，它是13000吨，我们要投26000吨，是多少呢？是那么多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就那么多，就这样投，一点一点投下去，扔下去啊，特别的麻烦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有人会老提和平这件事情啊？来插入一个小知识啊，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和平这个事情啊。我们来看这张图啊，这张图是广岛当时轰炸广岛的那个截图啊，这个也不知道是后来做的呢，还是当时的拍下来的啊，这个录像录下来的。总之呢，它瞄准在这个广岛了啊。我们看一下地图上找到了啊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投弹的中心点就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鼠标这个地方。然后这个圈呢是广岛那颗原子弹的这个杀伤半径啊，这个半径是多少呢？是1880米，比我们想象中的小很多啊。有2堆数据啊，其实是一个公式，就是单位不一样啊。如果我们算这个原子弹，如果是广岛的那颗原子弹，那个小男孩好像是啊，小男孩当量是2万吨，它的毁伤半径是1.882千米，也1800米。如果这个按照目前现在世界上的这个原子弹上来，动不动就是100万吨啊。那么100万吨的毁伤半径是多少呢？是6.9公里。这个原子弹的当量扩大了10倍，它的杀伤半径也就翻一番。现在美国人就喜欢搞这个核武器小型化，因为它这个非常的恶毒啊，它要把这个原子弹的杀伤力充分的挖掘出来，所以要小型化。如果是小型的炸弹的话，同样的这个公式啊是一样的。如果是250公斤的炸弹的话，它的毁伤半径是43米；如果是500公斤，就是半吨的话，它是毁伤半径是55米。那么我们就以这个0.5吨的这个放在图上来对比一下。这个黑色的圈啊，半径是55米啊。那么要达到这个广岛原子弹相同的这个毁伤的要求的话，那么这种0.5吨的这种普通的炸弹需要多少颗呢？需要1700多颗，也就是800多吨。我是真的不好意思把这个图啊放在咱们那个鬼岛那个地方去比划，咱们肯定不能用到原子弹的啊，只能在广岛这个地方比划给大家看看啊。为什么选择用500公斤的这个炸弹呢？有原因，我们来看。这个叫做雷10啊，这个型号已经是雷16了。那么底下这个绿色呢，是一个普通的航空炸弹啊，就是铁炸弹，就是。那么，它身上绑了个翅膀，这个翅膀绑上去以后呢，它就能飞了。然后这个翅膀呢，带这个卫星制导啊，这个现在卫星制导就花头就比较多了，以前是GPS 嘛，现在就不一样了。现在我们既可以用 GPS， 也可以用北斗。可以用欧洲的伽利略，我们也有股份在里面，我们也可以用俄罗斯的格罗纳斯，4重定位啊。我们现在手机也是4重定位，精度达到多少呢？达到10米，我觉得比这个还要精确，因为我那个手机用4种卫星定位同时这样对比校正的话，我觉得好像这个定位已经达到了2-3米之内。这个制导炸弹呢，就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美国的那个捷达姆啊，这个捷达姆制导炸弹啊，它不属于巡航导弹，它不属于导弹，它就是个炸弹，能飞的炸弹啊，所以它非常便宜。这个捷达姆的价格呢是27000美金，27000美金。
然后咱们的这个雷十呢是差不多1万美金。1万美金呢，这个是个估计值啊，估计值。据说有一年呢卖给了不知道中东哪个土豪，一个卖了8万美金啊，所以这个军火啊，这真的是太暴利了啊！就是大家想发财呢，咱们可以琢磨琢磨卖倒腾军火这个事情啊，当然不能在中国啊，那个违法啊。我以前的节目啊，有一回是用东风喜地去炸嘉山基地那回啊，有好多人骂我啊，说我这个太浪费了。娘的，你个败家子儿，你怎么不省着点用？好，今天满足大家啊，今天不浪费，我就选最便宜、最便宜、最便宜的。这个应该是最便宜的了啊，就是这个雷十这个炸弹啊。我们算一下，用这个雷十炸弹，去完成对鬼岛的轰炸啊，需要多长时间？啊，首先是这个数字26000吨啊，是科索沃的那个投弹量的2倍啊，除以12吨。为什么除以12吨呢？因为轰6是15吨，歼16是12吨，平均再保守一点，平均数再保守一点，我算12吨。那么一除算下来是2167架次，考虑200架，为什么200架呢？我们国家的轰6目前应该是至少300架，可能是200架比较保险，那300架可能当中有一些老旧的机型，这个轰6N，那么轰6还有轰6G，那么轰6K 的话，估计100架应该是有的啊。歼16是多少架呢？美国人估计我们应该是231架啊，有零有整的231架，这还是估计的。我们也保守一点，算100架啊，两种机型加起来200架。那么这样一除呢，就是算到了每架飞机飞多少次？飞10.8次。那么每架飞机每天飞多少次呢？我们大概简单算一下啊，早上8点钟这个上班了。然后呢，就是往这个飞机上挂弹，然后加油了，做好准备，飞行员上去，飞出去，跨这个海峡，这个距离应该是在300-400公里。如果是轰6的话呢，那么就是飞不到半个小时啊，接近半个小时。如果是歼16的话，应该是在20分钟可以飞到，然后一扔，把炸弹一扔，现在都是很精确，到那个指定的地点，指定的速度，指定的方向啊，把这个按钮摁下去以后。就走了，因为是卫星制导嘛，就发射去就是不管了啊。这样算下来呢，返航再来个半个小时，所以就是1个小时，飞一趟1个小时，准备1个小时，2小时，2小时完成1次轰炸。那么，上午8点钟到12点这4个小时可以炸2次，下午呢休息一下啊，到2点钟再上班，再飞到晚上6点钟下班，再炸2次。那么一天炸4次，就一个飞行员一天炸4次，8小时工作制。这架飞机要完成它的10.8次任务呢，要飞2.7天啊。我们再看一下海峡那边这个空域受不受得了啊？平均每天那个空域要接受800架次的这个量，除以24小时，那么每个小时过去的架次呢是33架。我们这里再看一张图啊。这个图呢，以前出现过啊，以前的节目当中出现过，解放军19架战机绕台，那一回。那么这19架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2架歼11护航啊，2架歼10护航，这4架战斗机是护航的，前面有1架是电子战机啊，这个运8，纯轰炸的呢就是这个2架轰6加12架歼16啊，那么就是14架飞机啊，再补上2架，这个空域的容量就差不多了啊，正好。32架、33架左右，然后呢就是半小时一波。还要计算一个事情，那么这个33架每小时呢小于40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这个战区嘛，这个800公里的范围之内，也就是我们的江西省、浙江省、福建省、广东省的一部分。解放军的军用机场的数量是40个，这个数字不准确啊，大概40个。800公里再远的话，那么就不是1小时能完成的了啊！如果是从福建起飞，那更快，15分钟甚至5分钟飞过去，炸完就回来了啊！那么等于就是一个军用机场每小时出动的架次小于1架啊，实在是太轻松了啊！那么再来算一下啊，2.7天乘以24小时，一共是65小时，完成这个科索沃战争投弹量的2倍，65小时。
然后这个是26000吨除以40个机场啊，那么每个机场呢放650吨的这个炸弹，看看装不装得下650吨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，那个炸弹的密度肯定比水大啊。我这个1立方米是1吨，这个是水的密度啊，那实际肯定比这个小。那么它是多少呢？650吨是多少呢？10米乘10米乘以7米高。哎呀，这个随便一个小厂房就能装下来，实在是太少了啊！放在这个军用机场里面，那个载弹量绝对比这个高啊。我们既然提到了这个科索沃战争啊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，当初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呢，我们驻南联盟的大使馆被美国人给炸了啊，这个仇呢，我迟早得要报啊。这个啊，在台北的内湖区，美国驻台北的办事处啊，说是办事处啊，就它的功能呢，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功能，里头呢全是特务头子。我的建议呢，就是我们将来进行轰炸的时候呢，在第一波轰炸里面呢，就把它给炸掉。它必须是在第一波炸掉啊！有什么意义呢？那帮台独分子他不是嚣张吗？他嚣张背后的靠山不就是美国人吗？他仗着有美国人吗？给他撑腰吗？要第一时间断了他的念想啊！所以把这个 ART 给炸掉啊！大白天的，选是工作日，人多的时候啊，一帮特务头子正在开会呢，把它炸掉。就用东风啊，速度要快，3分钟到达。10几个美国的这个特务头子呢，可以促进和平统一呢，那值了，这几个特务头子就死得值了，就是误炸了啊，那误炸，那赔钱好了，就赔点钱嘛。怎么赔呢？就按照南联盟那回啊，按照那个标准赔他就是了啊。这个飞机的这个油钱我们就不算了啊。我们就算一下这个炸弹是多少钱啊？一共是26000吨。这个雷石呢，一个呢是$10,000，一个呢是500公斤，0.5吨。那么两个就是1吨，两个1吨就是$20,000，26000吨的话就是5.2个亿美金，太便宜了。那当然这里面呢还不包括这个我们用的导弹啊，在早期，因为我们没有隐身轰炸机，美国当时摧毁南联盟的防空的时候呢，是用的隐形轰炸机，就这那个 F117还被打下来一架呢啊，我们没有隐身的轰炸机，所以我们呢早期摧毁它的防空呢是需要靠东风，用东风11或者东风15。砸过去的话是3分钟左右，3分钟的话呢，这个爱国者和天空3那个大卡车啊，可能还没出门呢啊，那个能打到啊。如果突然袭击的话，就可以瞬间就把它摧毁啊。我们国家除了这个雷石，还有好几种呢啊，根据对方这个防空圈的大小啊，可以自己选用啊。比如说啊，这种叫做飞腾 FT 啊，飞腾呢有好多款，是后面是加助推器的，所以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80公里。180公里啥概念呢？这个是爱国者的防空网啊，这个以前节目里面都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。那么如果我们要对它某些目标进行轰炸呢，它这个防空网这个半径啊，100公里，从飞机飞到哪里呢？用飞机贴着它这个边，然后用这个射程180公里。90到180公里之间的这种炸弹，让它自己飞过去炸掉啊，那比无人机、比导弹、比这个东风，那是便宜多了，太便宜了，就用那个啊！不要再说我浪费啊！估计它这个雷达是发现不了的啊，实在是太小了。这个翅膀啊，学名叫做机翼啊，飞翼是吧？但是在我的节目里面就叫翅膀啊。那么它这个翅膀再加上这个小电动机啊，能有点动力的，再加上一个 GPS 导航，这个 GPS 导航也是个不值钱的东西，我多旧的手机里面都有，就这么点玩意儿，它能卖出$80,000，我也是醉了。那么肯定有朋友要说了，如果我们的这个轰20仅仅是考虑对这个岛上作战的话，那肯定是小看它了，那只是战术上的意义，我们仍然需要考虑战略上的意义。战略上的意义就是看这个轰20能不能炸到美国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因为我们的轰6已经达到了8000公里，所以这个轰20怎么着也得12000公里。那到这条线呢，是5000多公里，5000多公里呢，关岛肯定是绰绰有余了啊。这个夏威夷还没够到啊。
那么我们考虑就是空中加油，我们去2架飞机啊，伙伴加油嘛。其中1架飞机飞1/3的路程，把剩下的2/3里面的这个油呢，再匀一半给它，那么就是增加了1/3的航程，就是变成了16000公里啊。16000公里呢，到哪儿的呢？我们看一下啊，如果是从福建起飞，我们其实不从福建起飞，从黑龙江更近啊，我们就从福建起飞，从内陆起飞，它可以飞到哪里呢？覆盖美国全境还绰绰有余。这条线啊，这条粗的这根红线啊，是11000公里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进行这个大规模的轰炸啊，就是核威慑嘛，那肯定是扔核弹了呢，扔20吨的核弹啊，那不知道是抵多少颗东风41了啊，所以轰炸机一定要有啊。那么回不来了，那肯定回不来了，世界末日了，怎么办呢？飞到委内瑞拉，我们把飞机一扔，把那个飞机栽到这个海里面去，自爆，然后飞行员跳伞就跳委内瑞拉，一样可以达到战略核威慑，多1架飞机而已。好吧，所以别看这个航程够不着啊，我们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一些海外基地啊，但是作用一样能达到啊。希望轰20早一点出来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